你會說話嗎？這樣問好像挑釁。那我換一種方式提問，你知道有技巧的溝通可以讓你事半功倍嗎？先聽完一個真實的故事，再跟你分享乾貨。20世紀初的美國，鋼鐵廠的高爐在夜幕下噴吐着赤紅的火焰。查爾斯·施瓦布，這位後來成為美國首屈一指的企業家，正面臨一個棘手的難題。他名下的一座鋼廠，白班工人每次只能生產6爐鋼，而夜班也是6爐。無論他如何提高獎金，或是嚴厲斥責工頭，這個數字就像被焊死了一樣，紋絲不動。廠裡的空氣裡彌漫着不僅僅是煤煙味，還有一股無聲的對抗。工人們低着頭走過他身邊，眼神裡滿是戒備。施瓦布知道，責備和命令就像砸向鐵板的錘子，除了刺耳的噪音和反彈，什麼也改變不了。一天傍晚，他沒有召集工頭訓話，而是獨自走到了交接班的廠區。他用粉筆在堅硬的水泥地上寫下一個巨大的數字6，然後他一句話也沒說，轉身離開了。上夜班的工人們踏進廠門，第一眼就看到了地上這個醒目的6。他們交頭接耳，心裡琢磨着，這肯定是白班那幫家伙今天的產量。一種微妙的不甘示弱的情緒在人群中彌漫開來。那一晚，高爐的火焰似乎燃燒得格外猛烈。當清晨來臨，白班工人到來時，他們驚訝地發現地上的數字被擦掉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個嶄新的用粉筆用力寫下的7。施瓦布什麼也沒問。第二天，他用同樣的方式在地上寫下了夜班創造的7。白班的工人們看到這個數字，沉默地幹了一整天。下班時，他們帶着一絲驕傲，將数字改成了8。這場沒有一聲呵斥、一句催促的競賽，就這樣悄然展開了。粉筆數字在日夜之間交替攀升，很快變成了9，然後是10。生產效率在一种近乎自發的情況下，衝破了漫長的停滯。施瓦布始終沒有發表任何演說，他只是在恰當的時候用粉筆寫下那個代表結果的數字。他沒有指責你們為什麼只能生產6爐，而是將現狀平靜地展示出來。他把解決問題的主動權交還給了工人自己。工人們感受到的不再是居高臨下的壓力，而是一種被悄然激發的榮譽感。他們爭奪的不再是老闆的獎金，而是自己和自己、班組與班組之間那份不願服輸的尊嚴。當最終的數字穩定在驚人的高位時，施瓦布知道，他贏得的遠不只是鋼鐵的產量。你看，最鋒利的刀往往沒有揮舞時的風聲，最有力的說服常常始於沉默的傾聽。通往人心的路從來不是靠聲嘶力竭的指責鑿開的，而是用對方心中本就存在的火種點燃的。你想知道怎麼才能熄滅對話裡的火藥味，讓每一句話都變成點亮關係的燈嗎？下面這些實實在在的功夫，或許就是你要找的那把鑰匙。說話是門技術活，但大多數人都不及格。你說了半天，對方根本没聽進去，這不是對方的問題，是你的問題。心理學研究發現，反問句自帶攻擊性。你聽不懂嗎？這還用問？這些話一出口，對方立刻進入防禦狀態。這不是溝通，高情商的人不用反問句，他們用共情式陳述。家人抱怨工作累，不說誰工作不累，而是說你最近壓力確實大。同事請教問題，不說你沒看流程文檔嗎，而是說你可以重点看一下流程文檔的第3部分，直接回應需求，不制造对立。這才是溝通的第一步。其實溝通的本質就是價值交換，最高級的價值是情緒價值，給對方情緒上的滿足。
喜歡炫耀的人要給認同感，優柔寡斷的人要給安全感。每個人都需要被看見，精準投餵情緒價值，關係自然就好了。比如對方炫耀新買的名牌包包，別直接圍繞對方想炫耀的價格問，挺貴吧？要說這個配色太襯你膚色了，顯高貴。朋友糾結跳槽，直接說我支持你，用確定性語言給足對方信心，看清對方要什麼就給什麼，這就是溝通的秘訣。說話還有更高階的技巧，1+1法則就是先給肯定，再給建議。這招在任何場合都管用。比如同事的方案有瑕疵，別說你這版邏輯有問題，要說前2點市場分析特別精準，看得出你下了不少功夫。要是第3部分能加上競品數據對比，整體說服力會更強。你覺得呢？既給足對方面子，又達到你讓他心甘情願修改方案的目的。再比如伴侶忘做家務，別說你怎麼又忘了，要說你昨天加班到這麼晚，還記着幫我收衣服。先肯定，要是能順手把碗洗了，簡直完美。再建議，用這種方式表達，對方不僅不會反感，反而會更願意主動承擔家務，家庭關係也會更加融洽。1+1法則背後有心理學依據，這叫肥皂水效應。批評夾在讚美中，減少負面效應。先給糖再抹藥，對方更容易接受。給對方肯定要具體真誠，不能敷衍。給建議要聚焦增量價值，讓對方覺得你在幫他變好。掌握了1+1法則，你說出的話既中聽，又能達到溝通目的，人際關係自然會越來越融洽。溝通的本質是用對方的邏輯達成自己的目的。避開反問句是尊重人性裡討厭被否定的本能。提供情緒價值是滿足人性裡渴望被認可的剛需。先肯定再建議是平衡人性裡怕丟面子的智慧。把話說進對方心裡，讓每次交流都成為情緒增值的過程。最高明的溝通技巧就是看見別人，理解別人，成就別人。這不是套路，是智慧。孔子說，己所不欲，勿施於人。你自己不愛聽的話，別人也一樣不愛聽。將心比心才是溝通的根本。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從不直接反駁別人，他用提問引導對方自己發現錯誤。這種產婆術啟發我們，好的溝通不是戰勝對方，而是引導對方，讓對方覺得想法是自己產生的，這樣才能讓對方達到最高的接受程度。心理學上的認知失調理論也能解釋這點。當人們覺得自己被尊重、被理解時，更願意調整自己的觀點。反之，如果感到被攻擊，就會固執己見，這是不可違背人性。歷史上有太多溝通失敗的例子。商紂王拒聽比干的忠言，最終亡國；楚懷王不聽屈原的勸諫，客死他鄉。這些悲劇都源於溝通不暢。忠言逆耳，但說得恰到好處，也未必不能入耳。現代生活中更是如此，夫妻吵架，90%是因為不會溝通；同事矛盾，80%是表達方式問題；朋友疏遠，70%是說話不當。學會溝通，能解決大部分人際關係問題。怎麼具體提升溝通能力？首先，管住嘴，不說反問句，換成陳述句。其次，察言觀色，了解對方真實需求，是要認同，要安全感，要尊重，然後再組織語言，用對方能接受的方式表達。最後，真誠的表達才是最大的技巧。你的虛情假意，誰都能看得出來。記住，你說什麼話，
就是什麼人。溝通改變人生，會說話的人運氣都不會太差。這不是雞湯，是現實。研究顯示，溝通能力強的人收入平均高出30%，婚姻幸福度高出50%，人際關係滿意度高出70%。這些數字可以說明一切。老子說，信言不美，美言不信。但我們可以既說真話，又把話說得好聽，這是藝術，更是智慧。最後送你一句話，最高明的溝通是讓對方覺得贏了，而你實際上贏了2次，一次是達成目的，一次是贏得人心。精通溝通的智慧，你會發現整個世界都在幫你。以上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，看懂點讚，希望對你有用。歡迎訂閱，更多分享，下期再見。